一句粗口毁了馆长陈之汉的中国梦。5年前他骂过习近平，今天血亏了400万，连账号都办不了，还被官方贴上了特殊分子的标签，亲共也捞不到钱。问题来了，为什么连最卖力捧场的馆长都被中共无情的封杀？这究竟是辱习旧账清算，还是赤裸裸的体制铁律？更戏剧的是，同一时间，胡锡进退休金的话题掀起了舆论风暴，浙江新军大将高兴夫也骤然落马。馆长捞金梦碎，胡编被骂翻，高官一夜翻车，中共体制下的残酷真相正在曝光。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辱习惹的祸，馆长自曝大陆行赔惨了。最近亲共网红馆长陈之汉又跑到中国大陆去了，原本是满心期待能打开新市场，结果是反倒自曝亏了400万，1毛钱都没赚到，还抱怨说自己被官方当成了特殊分子，不能在抖音 B 站开账号，更不要提开公司做生意了。你说这是不是很讽刺？馆长还在直播里感慨说不难过是假的，说不想赚钱也是假的，但真的没有门路。问题是，为什么他这么卖力地夸中国基建，夸中国科技，甚至不时的还要酸一酸台湾，最后换来的却是四处碰壁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共不是健忘，而是特别会记账。网友这几天翻出了馆长在5年前的一段直播，在里面呢，他用超粗口的语言直接开骂习近平，连彭丽媛都被骂进去了。你想一想，这种黑历史在中共的眼里能消失吗？你就算今天喊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也没用，在北京的档案里你就是一个永远的特殊分子。所以馆长才会遇到一个荒谬又现实的困境。你想在中国做生意，好，你得开账号，可是中国的社群账号必须要用当地的身份证才能办，因为出了事儿要能抓到人。那馆长问，有没有人愿意帮我背书？结果当然没人敢，因为谁敢替一个辱骂过习近平的人当人头户？别忘了，2019年有人只是泄露了习近平女儿的个人资讯，结果就有24人被抓，甚至有一个才20岁，只是网站管理员的小孩，最后都被判了14年。在这种环境下，你说谁还敢为馆长保证呢？所以说，馆长今天的处境，说白了就是典型的被利用又被抛弃的剧本。当初中共需要他喊反罢免，就捧着他推着他，现在呢，他的利用价值没有了，过去的黑历史就被拿出来，啪一下扣在他头上，成为他寸步难行的理由。网友呢也笑得很直白，馆长该庆幸自己只是被封杀，而不是被请去喝茶。有些人甚至酸酸地说没抓走就不错了。而台湾财经评论员胡彩萍则直言，馆长才不过去2趟中国，就已经被体制限制的满头包。这正好说明真正保卫台湾的秘诀不是嘴巴上喊抗中，而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亲自到中国走一遭，因为只有去送中，才能看清现实，才能真正的保卫台湾。我们一起来看看馆长的经历，就明白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满心想捞点钱，做点人气，结果才去了中国2趟，就因为被官方标上了特殊分子的标签，账号办不了，公司开不了，连阅兵都参加不了，亏了400万，还只能苦笑着说确实没门路。这个例子不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吗？你以为亲共就能捞金，结果现实告诉你，想看清真相，去一去中国就知道了。胡锡进为退休金辟谣，网络炸锅。下面咱们再从一则退休金的传闻说一说，聊一聊中国社保新规背后的社会争议，以及那层隐形的特权。这可不是小事儿，因为它触及到每个人最在意的问题，那就是养老。这个话题的主角是胡锡进，没错，就是前《环球时报》的总编。那最近呢，他又成了舆论的焦点。原因很简单，中国将在9月实施一项新规，要求灵活就业人员必须要缴纳社保。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意味着额外的负担，尤其是低收入的社群。农民朋友的养老金每个月才100多、200多，
根本就不够生活。那偏偏在这种敏感时刻，胡锡进却跳出来公开力挺政策，甚至还说这是国家的善意，而且甩下了一句话：去农村体验一下生活吧。这句话说完之后，火药桶瞬间被点燃了。紧接着8月18日，微博上炸开了锅。有人爆料说，胡锡进作为正局级的退休干部，每个月的退休金呢高达3.3万。网友的反应可想而知，有人就算笔账，这意思是15个年轻人养一个老胡。有人很气愤，你自己拿着高额退休金，还嫌农民的养老金太多。还有人直接调侃，如果胡叔退休金少于3.3万，那才是对胡叔的不尊重。网民的嘴啊，真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对这波言论，8月19日，胡锡进急忙发文澄清。他说，网络上传他退休金3.3万，太损了。他解释说，没见过身边有退休金3.3万的人，他自己早就转企业编制了。那么多，你来给我发呀！再不辟谣，今晚就有人找我借钱了。但有趣的是，他虽然否认3.3万元退休金，却没有透露他退休金的具体数字。有网友就追问了：胡编没有3.3万，那就是3.2万？舔得那么卖力，还没3.3万吗？到底有多少嘛？晒晒工资条不就行了？气氛瞬间就像茶壶被掀盖。超话主持人 IT 元哥也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评论。胡锡进也太作了，居然否认3.3万退休金。即便退休金没那么高，他作为拥有2500万粉丝的超级网红，光保守说分红就得有120到300万，还特意去否认退休金。中国阁主克克啊，则推算胡锡进退休金可能高达4万。他是这么分析的：以正局级行政级别、北京资历40年以上的标准，养老金大约1.5万到2万。再加上胡锡进曾提到的中国顶级媒体人才可享受的所谓国务院特殊津贴，合理估算范围在2.5万到4万之间。好吧，现在咱们把目光拉回来，放在这个新规则上，强制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理论上呢，社保很好，能够保医疗养老，谁不想有社保呢？但问题是，很多灵活就业的人收入是不稳定的，送外卖的、跑网约车的，月收入3-4千块，还要每个月交几百甚至上千块钱的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善意，而是一笔额外的账单。那再看看农民朋友的养老金，很多地方每个月每人才100多、200块，就这点钱，别说养老了，买几斤猪肉可能就花光了。制度的巨大反差让人不禁怀疑，它到底是为谁设计的？而胡锡进下场力挺的言论，就像有人站在5星级酒店自助餐，手里端着牛排红酒，对门口排着队领免费盒饭的人说：“你们要理解，这制度是为你们好的。”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吧，网民的怒火就不难理解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在公众面前晒特权吗？所以网友的炮轰不单是针对胡锡进，而是借他的言论把长久积压的愤怒全部都倒出来。这事儿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早已经堆满干草的仓库。问题是，这样的新规如何能走向公平呢？体制内的特权又该如何被监督和约束呢？这里我也想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那位每个月只领100多块钱的养老金的农民，你会怎么看像胡锡进这样坐拥高额退休金还站出来教训底层的人？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公平在中国大陆究竟是怎么定义和执行的。浙江新军老巢震荡，习的旧部落马。话说这2天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还没有多久，浙江的官场就热闹起来了。8月18号，中共中纪委通报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这个高兴夫，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官员，他可是习近平之江新军的一员，是从浙江本土培养起来的核心心腹之一，仕途可以说是一路扶摇直上，快得像坐火箭。高兴夫是1963年出生的，1988年进入了浙江建投，从副总经理一路升到了总经理、董事长。2015年调任浙江交投董事长，2016年直接跨部成为副省长，罕见的一步到位。他升官的黄金期正好是习近平心腹夏宝龙、李强执掌浙江的时间段。夏宝龙推出了3改1拆，李强忙着搞交通建设，高兴夫就在旁边是一路扶摇直上。说到浙江建投，可不是小企业，
总部是在杭州，是浙江最大的建筑企业，旗下的子公司、事业部加起来有20多万人，资产上千亿，还上了中国承包商前10强。近2年来，箭头窝案持续发酵。多名高管投案，甚至是有人坠楼，他们大多数都是高新夫的下属或者是副手。值得一提的是，高新夫在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7月24日下午出席浙江人大财经委组织的“1055”规划编制专项调研座谈会。现在4中全会将至，高新夫的仕途高速路如今在风口浪尖翻了车，让人不禁联想，浙江箭头窝案恐怕不只是国企内部清理那么简单，背后很可能牵扯中共高层的人事博弈和权力较量。接下来，浙江新军的老巢还会有多少震荡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